丈夫怀疑妻子出轨，天天打老婆，结果失手导致妻子双目失明。妻子暗下决心，等孩子大了一定要报复。终于在20多年后，他下毒手了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当时还没有家庭暴力这个词儿，但是不等于没有家庭暴力的现象。山西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一个壮小伙子，名叫张武，娶了邻村的漂亮姑娘村花李月娥为妻。新婚蜜月，小两口甭提多甜蜜了，就像是苍蝇见了糖一样，幸福得很。转过年来，妻子月娥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一下子就儿女双全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全村都夸月娥是好媳妇，说张武真有福气。可惜的是，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2年。2年之后，就因为一次赶庙会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。夏天的一个上午，小两口把家里收拾利落，将儿女交给父母照看，便打算一同前往县城去赶庙会。那个年月，贫穷的农村，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2条腿儿，所以要想赶到30里外的县城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坐马车。张武和月娥也不例外，出了家门就快步往村口走，去坐生产队上的马车，跟乡亲们一起前往县城。可就在距离村口只有100步之遥的时候，张武突然感到肚腹一阵疼痛。哎呀，不好，要拉肚子。月娥，你先上车，我得先回家上个茅房。说完，不等月娥回答，他便急匆匆跑回家去了。月娥在马车上等了半个钟头，也不见张武回来，就想着回家去看看。可这时候，生产队上的马车手王三儿却说：“乡亲们，都坐稳了啊，现在就出发。”月娥一听就急了：“王三儿，先别走，张武还没来呢，再等他一下吧。”大伙就在这儿等。月娥跳下马车往家走，走了几步，他又停住了，心想：我要是去喊张武，万一这边大伙等不及，先走了就糟了。反正张武也该回来了，我还是在车上等吧我。结果又等了半个多小时，还是不见张武的影子。于是王三儿把马鞭一挥，嘚儿驾，咕噜噜噜噜噜，载着一车男女老少赶奔县城。张武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头天晚上吃的太多，夜里又着了凉，得了急性肠胃炎。等他再次跑到村口，刚好看到远远的马车影，喊了几句，根本没人能听到，他只好悻悻地回家去了。没想到一直到了半夜，妻子月娥才回家，说是在县城临往回走的时候，马惊了，蹄跳跑好的跑。大伙儿追了半天，最后马跑没影了，乡亲们就走路回家。半路上需要过一座土桥，嘿，那桥还塌了，众人只好穿过庄稼地，绕了一个大远，多走了10几里路，这才疲惫不堪地回到村子。第二天，张武从朋友李四嘴里听说，昨天大伙穿过玉米地，都走出老远了，月娥才和王三一起出了玉米地。张武回家就问月娥有没有这回事，到底是因为什么。月娥就说自己在玉米地里脚崴了一下，王三说他会正骨，于是就帮月娥推拿脚脖子，只弄了几下，脚还真就不疼了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。那你为什么昨天不和我说？
昨天那么晚了，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儿，我就忘了提了。哼，我看没那么简单吧。说完，张武一把将月娥推倒在炕上，转身就要去找王三算账，被月娥一把拽住。张武，你可别去，本来什么事都没有，你要是一去，全村可就都知道你戴了绿帽子了。张武一听就愣在原地，心想，哎，也对，我又没有任何证据，这不是端着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吗？算了，不去就不去吧。虽然这事儿表面上就这么过去了，可在张武的心里远没有过去，相反，时间越久，他就越是纠结，到底月娥跟这个王三儿究竟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呢？所以他就添了个毛病，天天喝酒，一喝就醉，一醉了就打老婆。这月娥可倒了霉了，天天挨打不说，还不让出门，有事实在需要出去，必须经过王五的允许，并且要按时回家。有一天，月娥去帮着街坊刘婶做被子，回来晚了10分钟，刚好张武喝醉了，举起擀面杖，搂头盖顶就是一棒。月娥被打晕了，救醒之后，2只眼睛都看不见了。张武不但不难过，反倒高兴了，这回省心了，看你还出去浪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月娥则不然。本来月娥一直抱着一线希望，盼望有一天张武能够改好，可经过这一棒子，打瞎了他的双眼，同时也打醒了他的内心。看来这张武心太狠了，根本就不把我当人呀。于是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报仇。但是现在孩子还小，还得指望着张武这个劳力，好能把儿女养大成人。等孩子大了，我一定要报仇雪恨。你看，这月娥的心里也走向了极端。书说简短，时间一晃，20多年过去了，女儿嫁人，儿子也娶了媳妇，分家令过了。一天晚上，月娥趁着张武上茅房的功夫，偷偷把藏了好多年的一包毒药放进了张武的酒里。张武喝完酒就睡着了，月娥在黑暗中等着，就听张武在睡梦当中不停地叫喊：水，水，我要喝水，难受，难受啊！慢慢的，声音越来越低，直到完全安静下来。月娥心想，行了，这回估计他是完蛋了。哎，真到了这一步，心里也还挺不是滋味的。等到了早上，儿子来了，发现母亲在床边上坐着，衣服整齐，好像一夜没睡。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就感觉气氛不对，仔细一看，这才发现张武是面色发紫，牙关紧闭，嘴角还有点白沫。再一闻，屋里是一股臭气，好悬没把他熏晕过去。他爹大小便已经失禁了，儿子赶紧背起张武，用农用3轮车把他爹送到了县医院。好在毒药早已过期，毒性不强，经过抢救，张武很快脱离了危险。因为张武没死，月娥又是盲人，所以从轻处罚，被判了5年，坐了3年牢就出狱了。说来也怪，眼睛瞎了20多年没好，在监狱里，月娥的眼睛呀恢复了光明。可张武呢，患上了胃癌，整个胃几乎全被切除，人都瘦得脱了相了。出狱后的月娥对张武已经没有恨了，又看见他病成这样，
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，就日夜照顾张武养病，一天做8顿饭，还要端屎倒尿。月娥是毫无怨言。3年之后，张武弥留之际，躺在月娥的怀里，流着眼泪说：“月娥，我不是人，对不起你，我不该怀疑你，打你呀！别说了，快别说了，我更不对，不该给你喝毒药，幸好你命大，没有被毒死。想想当初咱俩刚结婚那2年，相亲相爱，多好啊！谁成想后来能发展到这种地步。”张武走了，在妻子月娥的怀里闭上了双眼。各位，张武和李月娥这夫妻俩本来可以很幸福地度过一生，可为什么却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呢？究竟是怪张武疑心吃醋，家庭暴力，还是怪月娥懦弱记仇，投毒报复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